好，接下来下一张呢是来小汪汪德狗这张这张是这样我看那个就是只要有看到团练或什么的那个小汪的作品呢就是兽人，对不对？兽人的那个分量很多好，那这张要怎么优化？你们看到这一张的话要如何优化？那我第一眼看到的感想是这样就是内容太过平均比较没有丰富的那种丰富的视觉变化。那你们看当然就是不对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有狮子有老虎的有鹿啦，对不对？然后右边是狼，是不是？然后又有后面的很像那个毕业那个什么樱花啦然后中间还有个人中间这个年轻人旁边一群这样豺狼虎豹的都还这样围着他抱着他，他让我想到一个画面那个画面就是一张那个欧美的某个影片的那个截图，是不是好，那明明是这么丰富的内容，我为什么会觉得它缺少变化？5黑1白，对，我说是那个，但是是5黑还是4黑我不太记得好，那首先呢我先说一下为什么这张会视觉上缺乏变化，就是如果我要画这张图，我的做法会我一定会让其中1、2个人比较靠近看一下我的蓝线好了蓝线来，我会让这个老虎人跟这个少年更靠近，然后呢左边的狮子让它呢维持原本的距离然后右边这2个呢稍微中间空一点距离，用距离让那个内容变丰富目前小汪你的做法就是人排的位置你自己可能没有自觉，你花在可能他们的服装上跟把他们画完这件事情上你就已经费尽心力了，对不对？所以呢你可能顾不了那你看一下我这个红群组，我这边有对画面构图做一点调整，当然那个人的大小我也做了一点点调整，像这样，那这样画面会比较有变化，有注意到他们的那个距离什么的我有微微的拉开有拉一点距离出来，你会看到这边比较空，对吗？故意的然后让这边变成一个 group 这边再变成一个 group 先分一下，这样的话画面会有变化的那当然这样就会稍微调到你人物的大小，但是我觉得这是你可以接受的状态了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那这张图要如何在画面当中呢丰富又统一呢你会觉得这2个字好像是有点矛盾的丰富跟统一这2个字怎么可以放一起呢目前是丰富了，这样就统一了，来3、2、1看一下，这样就统一了，知道吗？透过暗面整合的技巧把原本很发散的内容有一定的脉络连接在一起所以投影要练，你要掌握投影能力投影一下去画面就稳定，知道吗？那投影的话呢我们可以那个用一般擎天光的逻辑来整合它用同一个色彩然后搭配色彩阵的全像就做得到。好，那这样呢画面能不能再更进一步的再协调一点更顺眼来暗面要整合这边也讲一个观念就是有关暗面这件事情我们呢在现在呢我们都会常听到复形这个字眼复形这个字眼可以解释很多个面向，那其中一个面向是有关阴影面的部分那光听观念很简单就是说整个暗面呢形成一个就是形成一个统一的结构的话呢，那对画面是有一种增益效果的可是你要怎么处理？重点是你要怎么处理？听懂复形的效果很容易不难懂，就讲完哇这个东西很赞，但是你在每个人养成的绘图习惯，因为每个人一定有自己的绘图习惯，那你会不会发现到你用不上去？你画来画去很多东西可能1个2个讲座影片什么的你看完我知道有这种东西，因为暗面复形这种观念在以前的艺术家就有在用了那在这个情况下你怎么套在自己的图上？有没有发现你改不过来？你根本没有办法套用。好，那我跟你们讲最简单的一个方式，色彩针子全像同一个颜色全像，着重在同一个投影观念上那这个呢色彩针子全下之后呢，你还是要一定程度你要把那个上面不同固有色，你就算用同一个色彩针子压下去那只是第一步你要把它们的那个固有色中间的一些界限稍微一定程度的模糊掉，让它整个暗面变成一个统一的效果那要有方法，很多好观念听完很棒，你可能透过一些人来练习你也觉得很棒，问题练习归练习，他画自己图忽然间又画不出来的，那你们可能也是一样，那怎么办？要有解方嘛，是不是那我不就教你们解方，解方就是色彩针子
下投影全压，知道吗？好，那全压之后呢，再来暗面整合了。我教你们的技法就是暗面整合。好，那这个呢叫做暗面整合之2。来，可以看出这个效果吗？我们是不是在前2次实况有回这个问题？好，看一下后面那个校色，后面的那个校色呢，还有旁边的樱花树。好，你们看一下，如果没有这个暗面整合的话是这样，是吗？啊，如果你有整合的话呢是这样，是吗？好，那这样的话整个画面有没有变得比较协调顺眼？最后呢，当然就是把效果可能做一些增益调整。好，这个呢我没有去细修。好，那个小汪你在做对照的时候呢，你把最上面一个群组跟红色群组这样开关，你就知道了。红色群组的目的呢是调整构图。好，构图调整完呢，再来呢就是有关光影色彩的处理，这样才有效，对吧？那这个改也不会很久啊，这个半小时就改完了，因为你那个画面那个内容我都不用动，是不是？好，当然要帮你补不少东西啦，就是很多地方移开之后那个有动，是不是？好，再来就是说，问哪个问题呢？这种色彩增值遇到不同固有色需要换颜色吗？不要。如果你是要整合的话，就是同一个颜色压上去。当然它会有些地方看起来就是没那么顺眼，好比说本来是肤色是可能粉红啦、橘色、黄色之类，对不对？好，是暖色调的。你阴影色彩一压蓝色，蓝色呢可能在那种白色的衣物上面或者一些其他颜色上面，这样蓝色这样压顺眼。一压在粉色暖色系上面，怪怪的，对不对？好，你主观上要先接受这个操作方式，你要先印上，知道吗？先接受这个操作方式。好，然后色彩灯你压上去之后呢，再做一些协调处理。那我教的跟你们讲的这个暗面整合这个观念呢，好，第一个启动是一定是色彩灯的先压，当然也有可能用时光图的压，也是有可能，反正总之是暗色先强迫往一个方向把投影阴影先整理在一起。再来呢，皮肤颜色的固有色要是不足了，或者某些像红色、橘红色之类的被那种蓝阴影一压上去呢，固有色跑掉，对吧？暗面固有色跑掉嘛，那怎么办？就要再做暗面整合的第2个步骤，做一些固有色的微调，到时候可能要需要一些覆盖或者基本正常图层，再稍微把颜色再洗一下、压一下，做一些非常模糊的处理，让那个色彩呢介于能够有蓝阴影的感觉，也能够有原来固有色的色彩之间。好，这个是需要做一些，就是它是几个步骤的。好，可是你没有第1个步骤，你就无法引导下去。当然，对于一些那种就是画工非常精湛的人，他是当然那就很熟练的啦。哈，他当然有办法，什么情况下都能够硬改硬解得成。但是在那之前嘞，毕竟这样的是专业绘师嘛，而且不一定每个专业绘师都有着重研究这个方向的技巧啊。好，所以要如何让自己能够运用得上，那就是我会跟你们推荐要熟悉那个暗面整合的能力。好，那你们看有没有看到像我这个步骤压上去的时候，这个狮子、老虎什么的，这边是有白色，这边是好看这个狮子人，这边是有类似米色、浅米色的这个皮肤，然后呢有西装，那个衬衫是这种有点淡淡的紫色，然后它有这种深灰色的这叫什么？这个外套，你看这个阴影一压，看起来还是顺的，对不对？因为我有在做一些微调，就是第2个步骤，你要稍微把一些固有色稍微微微的拉一点回来，因为这种暗面的颜色啊，它可能受环境大气光线影响，所以它的那个色系会偏。那会全偏吗？也不至于全偏，那就是看距离镜头有多远。像这种场景，这个场景相比人就远很多，对不对？所以呢，它在暗面上呢可以更加还原回环境光，就不用太在意它们的固有色，但是近距离的人物不行，对不对？所以呢，暗面整合它是一个连环招，连段技巧，那你要学得非常完善，才能够应用在你画面，不然的话，很多观念听完好像很棒，但是实际操作不会实操，那你就只是看了一部好电影，然后感想也说不上来，是不是？但是记得第1动你色彩真的硬压就对了。那后面我们可以透过调色，因为要是硬压会变得很黑，对不对？最有可能硬压都变得很黑的，来，我在座有可能是新娘，怎么办？不用怕，调色可以救回来，所以要熟悉调色。
我刚刚这样讲啊，聊到你们谁，你们就有机会被剪到影片，给大家看。